Hello，大家好，嗯，我们是大大叔叔中中文。文，每这回都不个齐。今天有奇对啊，我感觉你们还有没有什么，没有，诶，还没有什各位有么进步。各位有听到一个很陌生的声音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我对，们今因为天特别邀请了来宾过来。笨叔，我们除今天了三位邀请的是大谁？叔，对，还有一位小鲜肉，对吧？太小鲜肉，鲜了，特别特别哇，鲜嫩，到不鲜嫩行。鲜嫩的，我们这些老肉已经快不行了，我们还邀老腊肉，请老腊肉，请了一个鲜肉出刚才来。刚才灿叔说岁月无情，对吧？对，太无情了。我们这个小鲜肉刚刚没有没有问他，没有没有，他才19岁，嗯才19岁而已，大家能对哦，想象吗？是的，是的，快19岁，过生日了。好嗯，年轻啊！好了，那我们结束了今天。太行，尴尬了。就聊到这儿不聊了，不聊了。对，那走了走了。这个我们会邀请这嗯位小鲜肉，是因为嗯，他是一位外国人，但是他的中文超对，级溜的，超棒。而且他才学了2年而已。这位小鲜肉，我们今天来了解他个人，还有嗯他学习中文对，的对他的影响，还有他嗯的成长历程啊，所以生活的各个方面，生活的其实我们就要各方面。吃瓜和把它挖的八卦。对，透透的，就是想八卦一下。挖个对，条。那这个大哦，叔们，我们是不是先邀请这位大家还不晓得他的名字的小鲜肉来自我介绍，简单自我介没绍一下？错，对对对，小鲜肉来，行，那我先简单的自我介绍啊，好，我叫威廉，或者也可以叫我的英文名儿，就是 Will，对，我来自英国，目前呢是大二的学生，学的是医学专业。他竟然学的还是那医学，然后中文医学，这么好，你哦，说哇，我觉得对对很多同学对，专心学中文，可能都没办法对呀，学得像他这么好。对，那威廉，嗯我想问你啊，因嗯为有这么多语言可以学，中文嗯是公认很难很难很难的语言。嗯那有这嗯么多语言嗯可以学，你为什么选择了中文？是，嗯，很好奇，为我觉得什么？有好几个原因啊，对，哎，等等，威廉，我被问的先问你，说不出来话。你除了英语之外，你还会哪几种语言？我会一点点西班牙语，就是西我班牙语上初中的时候，啊，我学过有5年的西班学过。牙语，对对，嗯哼，但是说的小伙子才不太好。19岁啊，同志们，才十对九岁。啊，啊西班牙语还有没有？我点的意思是啊，说，你为什么不去专精西班牙语，而开始嗯学习中文呢？这是当中有什嗯么原因，还是因为我知道你嗯交了中国的女嗯朋友，对不对？是因为她吗？还是哦，其实跟她没有不是因关系？为他，跟他压根儿没有什么关系，一那点压根儿就是学了其实是中文之后我专门去。才找的中国女朋友哦，吧？对啊，学中文才找到中国的有了这样女朋友。便利的对对条件，对。哦，近水楼对台。对，可是可能威廉他可能更喜欢亚洲女孩儿，所以学中文有没有这样的影响？没有，还是我们不要对，那那么肤我浅，知道有对倒是对，不要对，我没有那么肤浅，好吗？我没有那威么肤廉是有他，浅啊。威廉的原因是什么？为什么你选了一个公认嗯，对，全世界公认最难的语言？对，我觉得有好几个原因。首先，可能是中国对我们英国人来说非常的神秘，我们什么都不了解，所以我可以通过这门语言来了解中国文化、中国历史之类的。第对，二个原因呢是当时我刚好有一个华裔朋友，其实我现在在他家，因为我那边的网太差了，对，所以我们正在啊，他家录一下这个视频很棒的朋友，啊。对，对对，他是个特别好的兄弟，然后他就是我当时知道。我可以求助于他，他肯定能帮我学好中文。对，然他是你后医学院的其他同学吗？是你医学没有，院的同学？他是我初中朋友。对，对，可是一定有一个触发你想要学习中文的一个点，对对，一个欲望是什么？嗯，对，为什么突然想要学中文？对，就是说出来，就是听起来有点傻啊。就是当时我在玩那个多邻国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个软件对对，Duolingo 啊，对。然后当时我用它来学西班牙语，然后我看到他们有一个中文版，当时我就点进去看一眼，就是挺好奇的，就是完全是出于好奇嘛。然后我看到这些汉字呀什么的拼音啊，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，特别吸引我。而且就是我是个非常喜欢做挑战的人，就是挑战自我，然后自我提升这么个人。对，所以可能是这些原因的结合，所以我才去学中文。对，然后交了一些中国朋友。我有个学生也是这样。哦，是吗？我有一个学生，他就是看那太巧了 Netflix，有一天就突然看到一个这个中国电视剧，然后下面有这个中文的字幕，
然后他就想，嗯，有一天我也要会读这些字，就是这么一个偶然的情况下，他看到中文，对啊然后觉得很有意思，我想要学，然后就开始学了。对，做很多事情，很多是真的一念之间，你未必对准备像好，就是突像我有个然之间学生，他对很喜欢看电影，他那时候看了《卧虎藏龙》，他那时候啊，看不懂，但是他对很着迷那个中国功夫，然后他觉得他觉哦，得有一天我一定要听得懂里面的人讲什么，所以他就开始决定要学中文。他是因为这部这也电影，太好了，对。所以对很多对，诱因都我觉得很有意思。我觉得我跟你们的学生差不多，就是可能一冲动就开始学中文，然后对一直坚持下去，然后就是交了一些中国朋友之后呢，就是或者是发现我可以跟我的华裔朋友用中文交流之后呢，我就更有动力，对，然后一直想学下去。那威廉，你学中文的初期有没有很深的挫折感？比如说，拼音这么难，然后汉字那么难辨识，然后词语那么多，文法那么复杂，很多人中途就放弃了，大部分人。对，你有没有这样的过程？我觉得我有，但是可能没有别人就是那么多的挫折感，就是我觉得还行。我刚开始的时候，我的发音确实很差，然后这导致我确实有点挫折感，就觉得我真的能把发音练好吗？就我真的中国人真的能听懂我在说什么吗？对，因为我华裔朋友他当时，因为他也是在英国长大的嘛，所以我要是带着点儿英文味儿，就是英国的口音，他还是能听懂，对吧？因为他比较了解这个发音系统，他也能感觉出来他能猜出来我会犯什么样的错误在发音这上面，对，所以他能听懂，但是。我刚到曼城的时候，发现很多中国朋友就觉得，哎，虽然他讲的挺好的，但是他这个口音好浓啊，就是一开口就是一个英国人，就这种感觉。我突然想起那个《生活大爆炸》，你看过没有？Big Bang Theory。哦，我好像很少看，对我可能好像看了几集。对，美国一个里面那个有个他们喜欢说中文嘛，那几个主角他们是理工科的人。他们喜欢说学习中文，学了几个什么洗个痛快澡这样，就模仿的好像，模仿那个音，对不对，就是这种腔，就是典型的外国腔，是吧？对，挺好玩的。我不知道灿叔有这个才华，学的很像对，模仿很厉害的，学的太像。威廉，我觉得学习语言，有的人不在意口音，有的人觉得我只要能够跟人沟通就好了。那是什么原因让你想要把口音练得跟母语者一样？是什么样的原因？因为有的人觉得有口音，it's okay，他觉得只要能够听得懂就好。为什么你觉得你想把口音练得跟母语者一样？因为我觉得你要是听起来像一个母语者一样，就是你可以跟母语者拉近关系，就是像灿叔刚说的，就是他这么夸我说，就是当他在跟我聊天的时候，他基本上感觉不出来我是外国人。我就是想达到这么个目标，对。然后这样的话，就是当我去参加一些中国朋友们的聚会啊什么的，我可能是唯一的外国人，跟20多个中国人一起混，但是他们焦点。对啊，他们不会把我当成一个外国人来看，对。然后这种感觉就是挺好的，就是可以拉近关系嘛。而且我发现你说话特别快，真的，他说话很快。对。就是母语者闭上眼睛，我会觉得是在跟母语者聊天。对，我睁着眼睛，我会以为你父母哪一个可能是中国人。对，有很多中国阿姨，他们就是可能对我的要求比较低嘛。这些中国阿姨在曼城的话，然后就是我陪我女朋友去看房子的时候。就是好几个房东都是中国人，然后他们说你是在中国长大的吗？就是你是土生土长的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吗？对，他们就会这么说。所以威廉，我现在确认一下，你的父母亲完全跟中文扯不上关系，对不对？对，完全没有关系，完全没关系。这一切都是你后来自己学习的结果。后来自己学的。其实我父母有点烦我，他们觉得我每天在家里边一直在说中文，就是自言自语，一个神秘的语言是吗？完全听不懂。神秘的语言，他们完全听不懂。说他们坏话，他们也不晓得。对，我弟弟也是。那刚才都是我们打乒乓球的时候，就是我弟弟
然后我就可能我输了嘛，然后他说，哎，你是不是用中文骂我呀？他就会真的怀疑我。威廉，我问你一个比较好玩的问题，你会不会用中文？你会用中文说脏话吗？很少，一定我这个人呢，就是对会说，但是不说吧。听得我这样问好了，如果有人用中文说脏话，你是听得懂？完全能听懂。你说我跟这么多年轻中国人在一块儿，天天说的都是脏话，而且我觉得就是在学一门外语的时候，你学的最快的就不是脏话，就是什么跟色情有关的那些词汇，对吧？这些东西器官有关系的那种，对，和祖宗啊，那我有一个关系的，对。但这个我有一个有意思的想问，因为我在西班牙嘛，我学西班牙语也会学到脏话，比如西班牙语有的脏话叫这个黑利波呀，然后这个我听起来就很可爱，我就不会有那种觉得很脏的让大家不舒服的感觉。那你在学中文，然后你在说这些脏话的时候，你会感到那种不舒服的很脏的感觉，还是你也觉得就是一个声音，可爱的声调这样？我不会觉得是可爱的声调，可能是因为就是中国的脏话很多是四声嘛，挺重的。而且就是跟朋友们说这些的时候，没有音乐性。朋友说这些，对，没有那个西班牙语的那个脏话那么可爱。对，西班牙语听起来我就觉得好可爱，这个脏话好舒服啊，对吧？这啥意思啊，笨叔？能不能说一下？对，就是这个混蛋，一个混蛋，一个混蛋都听起来那么可爱。跟小可爱一样，这样，对，混蛋听起来也没有那么重，就是傻逼的那个感觉。傻逼，就是对，就重一些，感觉稍微重一些，对，对。然后我朋友们说这些脏话的情况下，一般都是他们很生气的时候，或者是发生了一些非常不好的事情，然后就是特别情绪化的时候才会说出来嘛。所以我能感觉到，就是不是那种就是随便就能说出来的东西。对，虽然可能没有英文的那些脏话感觉那么重，但是还是会有一点点感觉。对，就是为什么我一般都避免说什么中文的脏话呀什么的。对，我们会带着那个生气的感觉说出来，而且常说会养成习惯，忍不住就脱口而出，对不对？这威廉家教可能比较好。像在中国一般家庭，有些家教好一些的父母会禁止这个孩子说脏话的。笨叔应该家教是比较严，从小应该有这个方面的经历。对，我家里一直有人管我。你怎么考虑了一下？我父母也是。对，我要是一不小心就说出一些脏话的话，就是除非是中文，要不然他因为听不懂嘛，要不然他们肯定会管我，就是禁止我说这些脏话。对，对，威廉，就是你是学医的，对不对？对，你是喜欢学医呢，还是只是有一个，比如说有像我们中国一般孩子，有时候父母会希望你学医，你去学医，你是自己主动喜欢学医还是？对，我是自己。好，这说来话长了啊。其实我有很长的故事。我为什么学医学？其实是我自己喜欢的，就是我当时要选我要学什么专业的时候。我真的犹豫了很久，我真不知道我要用这一辈子干什么，我也不知道我未来要做什么样的工作之类的。父母不会告诉你说你最好选这些专业。所以威廉，你在大学之前是没有想到要学医，还是学医是你从小的志愿？没有想过。你没有想过，你是要上大学才在抉择是不是要用这一生去学一个什么样的专业？就是我申请大学的时候，我才决心了，就是说，其实才想到我想学医学。因为其实，在英国的话是跟台湾或者是国内就是有不同的情况嘛，就是你申请是，就是你英国的那个高考那个 A levels 之前你申，就是提前好几个月。对，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一直在想，我到底要学什么专业？然后发生了一个意外，就是我骑自行车的时候，在山上，在威尔士跟一些朋友们玩的时候，骑自行车摔倒了，受伤了，然后住院了，住了2周，然后在威尔士的那个医院里边，就是认识了很多医生，对，我也认识很多看到他们这么照顾我。我决定要学医了。哎呦，理查说，万一我女朋友看到这个节目怎么办呢？对，等下会消音哦。不会消音，没事，不会消音啊，就让这件事发生吧。威廉不是看到很多漂亮的故事，是看到医生，看到医生。
看到了不是因为很多帅暗恋某哥对个医生开始学医。看到一个对对，我们几个大叔的这个思想就相对会比较龌龊一些啊。我开玩笑的，开玩笑。大叔跟小鲜肉的区别。对，你看到那些你看到那些医生有产生什么不同的想法吗？有，我看到了他们，然后换位思考一下，我在想，我能做这份工作吗？它会给我带来成就感吗？它会给我带来快乐吗？然后我突然意识到，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适合我的工作，因为我从小到大就喜欢2件事儿嘛。第一个是帮助别人，第二呢，就是学科学类的东西，就比如说学什么理科呀，我都挺擅长的。对对，我就是物理、生物、化学都学的挺好的。所以我很想，就是对我来说最理想的状态，最理想的一份工作，就是这2个的结合。然后我看到医生之后，我就发现，很有可能这是我所说的这个结合。然后就那可能学医的话，可能会涉及到一些，比如说这个解剖啊，或者是研究，可能有比较血腥的场面，必经之路，这种都是必经之路，这些是你能接受得了的，对吗？能接受，能接受。对，我刚刚大一结束了嘛，就是刚考完，然后放假了。我们今年呢，就是其实每周都要上解剖课。都要切开身体啊，就是切开尸体啊什么的。对，其实我不能说太具体，要不然我就被开除了啊。对，对他们关的非常严格，因为这就是关系到那些捐自己的尸体的那些人的隐私。对，我不能侵犯他们的隐私，所以我不能说的再具体一点，我们只能说到这儿。但是人体是吗？不是什么是人体，青蛙呀、动物，不是什么青蛙什么的。就是在英国的话，到现在大部分的大学他们没有就是切开尸体上解剖课这么个机会，一般是像你们3位大叔说的这些青蛙呀，或者是老鼠啊之类的。但是现在，剩下几个学校正好有这个尸体的机会，对，然后那也是包括曼大，对。包括曼大，那就是包括我的学校，对。那你会承受得了？看到之后，比如你的同学啊，他们都无所谓，都是比较专业的，这个不会有对自己大多有什么影响？大多每个人不一样，威廉可能就是相对比较冷静，他从小喜欢是科学的东西嘛，他会以这样的眼光去看待这些东西。不像咱们可能比较多愁善感一些，看到这个可能就晕。没有，其实蔡叔，我能理解你这个处境啊，但是其实我刚开始上解剖课的时候，我真的被吓到了，就我真的被吓到，我挣扎了很久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在想，我到底会不会习惯切开尸体，我能接受得了吗？但是到最后慢慢习惯了，这个专业，对不对？你会开始对，我会开始怀疑自己。我在想的是，我连这个尸体都不能碰，那我做手术的时候我怎么办呢？我会开始往这些就是负面的路，对这些。因为冷静是一方面，但是你真的打开门，你有那个真实的场景在眼前，应该会会有一个冲击的，我觉得。恐惧感。对，会的，就是我连恐怖片都不敢看，因为我觉得我会想，我想的话，我超爱看恐怖片的耶，是吗？啊，你爱看恐怖片？对，我超级爱的。威廉，这个，先问你第一个问题，你喜欢看恐怖片吗？怎么？第一个问题啊，跑题了，还行吧。最近我们现在就要了解威廉，全方位了解威廉嘛。可以，你可以。所以威廉，你可以我这个整个人啊，你恐怖片还行，我能看，还行，我能接受，但是我还是会被吓到了，就我可能做噩梦啊什么的。第二个就是你上这个医学的解剖课的时候，你真的你看到尸体，你的第一感觉是什么？然后你有没有开始怀疑自己选这个科系，你能不能坚持下去？然后你后来怎么克服这个过程？是这样的，就是我看到尸体的第一眼，我真的被吓到了，我真的。他们就是上的第一节课，我还记得印象留下了一个特别深刻的印象。然后一直我给我妈打电话的时候，我就跟她说：“妈，我真的不知道我能不能接受这个专业。”
你说我会习惯吗？就是你说我能适应这么个课程吗？就是每天都要面对尸体什么的，还要解剖，对，还有解剖。然后我心里面还是，虽然我知道这些人，他们都是把尸体，就是愿意把就是自愿的把尸体捐给学校，但是我还是会有那种就是愧疚感，就会觉得有点愧疚，对，就觉得就是我在侵犯人家的隐私。就是他自己的身体，我干嘛要碰他呀？对，就是这种感觉。然后我怎么克服呢？很伟大的专业，对，就是我怎么克服这些问题呢？我觉得是时间长了之后，我慢慢习惯了。这个科系会给予一些心理建设的课程吗？如果你要进行解剖的课程，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建设的？就是说准备一下，老师可能怕你们心里会有阴影，大的冲击可能会不会啊，都要自己去建设，直接冲了，应该不会进门然后看到，就像学游泳一样，直接把你扔到水里让你学会，就是对，直接把我们扔进去，就是在最深的那个水里边，对，当然我不能看到告诉你们就是是第一个部位是什么，但是我估计你们能猜一猜，就是对，反正让我感到非常不舒服。但大家还要保持镇定吧，就也不能因为毕竟是上课，所以大家还要故作没关系、没事儿的感觉，是不是？对，我可以想象，有些同学可能看到大体是不是会昏倒之类的。对，直接晕倒了。对，也有一些同学是这样。对，真的有，会就是我听说很多人他们刚开始上解剖课的时候，会直接退学，再也不学医了，就是因为那一刻就被吓到了，晕倒了，觉得自己没法面对这么个课程，没法坚持下去。对，然后我也有几个同学，他们没有晕倒，但是他们觉得非常不舒服，然后每一次都因为我习惯的挺快的嘛，就是我当时就是过了几节课我就适应了，然后那些同学会跟我一起，这样的话他们什么都不需要碰，我来开刀什么的，然后他们看一看就行，然后他们也慢慢习惯了，后来他们也可以开始进行这么个解剖课，但是我们的社会需要威廉这样的人，对，勇敢的小鲜肉，专业，勇敢的小鲜肉，对，我还没有面对什么做手术啊什么的，那个是另一回事，还没有开始学习到动手术，对，哇，那个又是另外一项，另外一回事儿。对，真的是另外一个考验。对，我那个是大3的时候，我们要开始去医院实习嘛，然后估计那个时候我才能看到真正的手术是什么样的。对，虽然我非常期待，但是我真的很怕我会不会突然晕倒，就是受不了了。对，还是有可能的。对，但威廉，刚才我们俩。对，好了，骗叔你查叔，对，不是，我想问一个比较比较敏感的问题啊，我觉得可以，威廉，你分享一下你是怎么跟你女朋友认识的？这个过程是什么？因为这为什么敏感？这可能是很甜蜜，他在撒狗粮，我们要默默的听着。我觉得英国人比较拘谨嘛，可能不好意思谈感情。行，没有，那威廉害羞好吗？转换很快啊，从医学转到爱情，没有那个大学就聊到这就好了。我对爱情太有兴趣啊。首先不得不说啊，就是你们3位大叔真的喜欢吃瓜呀，我们太喜欢吃瓜了。我们本来要取名叫吃瓜大叔频道的，对，其实茶叔想直接问你爱情的题他要问你直接问你爱情的题，但是他要先问一下学习，然后再跳过来。对，其实学习他是慢慢进入到，对吧？就是慢慢离那个爱情越来越近了。对，我明白了。威廉，我想问你原来是这样。我们都知道你有一个中国女朋友，我想知道的是什么时候认识的，然后认识多久了？认识的过程是什么？然后这个天哪，这没什么具体，很多问题，太多问题，对。好，来，威廉来开始吧。这真的，真正的主题才开始呢。我怎么感觉我们的父母在审问自己的孩子？对，把这个西瓜拿过来，然后挖着吃，拿过来直接啃，不能拿什么勺子，就是直接啃啊。好，来，威廉来，是这样的，大概6个月前，2月份那会儿我参加了一个
就是华人的活动，然后排队的时候，我的一个朋友把我拉过来，他正好跟我女朋友的一个闺蜜在聊天嘛，然后他就是像介绍给我认识嘛，认识一些新的朋友什么的，对，然后我女朋友刚好站在他旁边，然后就是到最后，我那个男生朋友和我女朋友的闺蜜，他们俩开始暧昧起来了，他们俩好像互相有感觉了。然后我说行吧，那我不在这儿当点灯泡，然后开始跟我女朋友聊天儿。对，你就跟因为你们两个都是电灯泡，对吧？真的，对，都是点灯泡，然后慢慢开始聊了起来。对，然后我们那天晚上就发现，还是聊得起来，然后聊得挺开心的，对，好像三观也挺像的。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，我很好奇，你那一天跟你女朋友聊天的内容跟什么有关？因为你们两个是陌生人，一个是英国人，一个是中国人，你们会聊什么话题？这个也给我们听众跟观众一点聊天的技巧，两个不同。因为你刚才说三观一样，这三观因为到底你们那天聊了什么？为什么会特别契合，特别聊得开？行，我们排队的时候，我们排队了大概3个小时，聊了很久，然后我们什么都聊了，但是一般我都是从中文开始入门，你知道吗？是从那儿进去。对，我们一般是很多中国女生，她们要是刚开始跟我聊天的时候，她们可能会问我，哎，你怎么学中文的呀？我能不能像你，就是你身上的这些东西学习一下？因为我也想把我的英语练好。对，然后我们就从就是学外语开始聊天，然后到最后呢，我们就聊到什么专业呀，或者是人生有什么目标啊，就是聊得越来越深入了。对。那这个你们两个是用中文聊天还是英文聊天？对，是用中文聊天。用中文聊天，哇，所以原来这是一个天然优势。学中文是可以泡妞的，学中文绝对是可以泡妞的。对，我觉得你要是一个很好的引入，用中文，对，就是对，但是前提是你把中文聊到那种，就是练到那种你可以无障碍的沟通的这种程度才行，要不然真的很尴尬。你要是就是我记得我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，我也是跟就是很多中国朋友们聊天嘛，我也没有不是泡妞这个目的啊，我并不是那个意思。但是有的时候我跟一些中国女生聊天的时候，就突然发现，其实我没法完全表达自己。要是遇到这样的问题的话，那你怎么可能就是跟人家发展，对吧？所以还是得就是用最方便的语言来交流。然后对我和我女朋友来说，那就是中文。所以当时我们一直在说中文，对。那之后呢？那是第一天嘛？我想知道后续的每一天发生。行，那整个过程啊，我就跟你们一五一十的交代啊。李佳老师，一会儿你不知道问什么，可以偷偷给我们发信息，我们帮你问。行。然后我怕你连着问好几个，不好意思再问。后续你跟你女朋友是怎么样开始感情增温？怎么样的过程？行，是这样的，就是特别巧，就是那天我们加了微信嘛，然后他找不到他朋友，我早就走了嘛，他找不到他朋友，他不知道他朋友去哪儿了，然后他给我打电话说，我的朋友在哪儿呢？然后我说我也不知道啊，我帮你找一找呀我。然后我们就是一起去找他女朋友，到最后找到他了嘛。然后我回家之后，我给他发个消息，我说路上注意安全啊，就是你到家了吗什么的。然后他就觉得，因为对于一个英国人来说，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，我就是关心女生嘛。但是对于一个亚洲女生来说，这是挺温柔的，挺绅士的。对，然后他就是有点感动，很体贴。对。等等，威廉，行，你那个时候暂停一下，对你那个时候对你的女朋友有没有想法了？那个时候，有没有觉得？我当时我觉得她可以啊。对，我有点好感，他就是很好看，然后聊得来，对，然后但是我当时想的是，他是读研的嘛，很有可能他要回国了，所以我还是，对，我还是不要让自己受伤害吧，我还是算了吧。但是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，我忍不住给他发个消息，约他喝杯咖啡。我这个转变我知道挺快的嘛。所以隔天你就抛去那些可能的想法，你就对，我就说试试看呗。
对，就直接去主动，反正他也不会主动来找我，因为亚洲女生都是这样嘛，对吧？没错，他怎么可能主动呢？那我说，那么只好走出第一步，对吧？然后约他喝杯咖啡，就你说大不了我们俩当朋友也挺好的。那个时候你约他喝咖啡的心态是你就想要这个女朋友吗？还是就是朋友的立场请他喝咖啡？两个都有，我不得不说，我有点那方面的想法啊。我在想，哇，这个女生我还是想走再进一步啊，就是进一步的了解她，然后就是可以通过这么个机会聊天，就是更了解对方，然后试试看吧。你说要是能发展的话，那当然最好的；要是只能当朋友的话，那我多了一个很好的朋友，那也没关系，对吧？那也挺好的。好，那喝咖啡，然后呢？然后我们快喝完的时候，我女朋友肯定要骂死我了。我说这句话的话，但是她也会觉得挺搞笑的。没关系。我用了一个非常一定要听啊，你们肯定有吃过啊，就是我用的这一招，我觉得挺好的啊。这么快喝完咖啡的时候，我说，那个时间也不早了，要不你来我家吃饭吧，我给你做饭，要不我先去买点菜。我就突然这么主动，然后人家不好意思拒绝我呀。对啊，但是你说，就是我给他做饭的过程当中，虽然我不会做饭啊，对，我不会做饭，就这么大的胆子。对，我胆子就是这么大，但是太大了吧？这个对，胆子太大了。对，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，就是他能感觉到，就是我很关心他呀，然后就是切菜啊，就是然后边切菜边跟他聊天，特别有氛围感。特别有那种仪式感，对，然后他那个时候就对我产生了一点点好感，但是他一直克制自己对我的感情，因为他也想的是这小伙子，这臭小子，他太小了，他才19岁，对吗？这不行啊，我怎么能接受啊？对，你说我这么个姐，我当他姐姐可以啊，我当他好朋友没问题啊，但是他就是把我当成弟弟来看，但是当时他确实对我已经产生了一点点好感。对，然后我们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发展，我就是经常约他去健身啊，或者是露一下我的肌肉啊，对啊。参数变数，我们这种没有肌肉的这招没有用啊，这个不适用，做饭的不适用，这个不实用，没事。对，没事。没有我这些技巧多得很呢啊，没事。威廉，你跟你女朋友差几岁？差几岁？差几岁？他读研了，应该是他读研，你们猜吧？23、24岁应该有了吧？差4、5年应该有，4岁5岁，对，4、5年，对，你们猜对了啊。但威廉说话给人很成熟的感觉，没有觉得对，而且很诚恳，我觉得很诚恳，而且也有那个英国绅士的感觉。我觉得威廉家教肯定很好，就是他的行为方式啊等等都挺好的。对，我觉得我受到的教育挺好的，对，很可靠的感觉。对，我觉得我从小到大都是跟比我大的朋友们一起玩，所以就可能是为什么稍微跟我同龄的人就是成熟那么一点点，而且我父母也对我的教育挺严格的，对吧？就比如说那个脏话呀什么的，或者是关心女生啊之类的，都教过我了。对，理解。我看灿叔在那边深沉了很久，然后听的也很认真。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憋了很久一个问题，我没有问题，我没有大招，因为我感觉你有个问题要问。我刚才有个问题飘到我脑子里，突然飘走了。威廉，你这个我们中文叫姐弟恋了啊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跟你女朋友隔了多久才确认了男女朋友这样的关系？我们隔了大概2周吧，就是算是挺快的。我觉得在亚洲人的眼里，这算是非常快。但是我女朋友她犹豫了很长时间，然后她想的是，我要是没有一点点冲动，我直接跟她确认关系，要不然很有可能就是我们俩没戏了，我们就当普通朋友。因为我追了她的那段时间，我就是一直追嘛，我一直约她就吃饭啊，来我家吃饭，去图书馆一起学习啊什么的，所以她明明能感觉到我对她有意思，然后她想了2周，然后想通了，想开了，然后就觉得其实我们俩挺合适的，可以试试看。哎，威廉，我想问一下你，突然我想起一个问题了，太好了。可以抓回来，就是飘回来。你以前那个，
你以前谈这个女朋友之前谈过英国的女朋友没有？有没有交过英国的女朋友？谈过哈。那你觉得就中国女孩和英国女孩区别有多少？有什么大的区别不？作为女朋友，我这么跟你们说，就是我觉得中国女生可能是稍微保守一点，就是她们不会像英国女生那么主动。对。还有就是中国女生，她们特别重视谈恋爱，她们不会就是一冲动就直接谈，或者是比较随便，她们就是会考虑很多问题才会答应做你的女朋友。我觉得是这样的。但是英国女生可能是我看你挺帅的，然后其实我们没有早恋这个概念嘛，那我跟你谈恋爱没问题啊。对你说我们能谈多久就谈多久。我觉得很多英国女生可能是这么想的，但是中国女生她们就是我跟你谈恋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，就是认真的事情，对吧？对，我是对你很认真的，我想看我们到底能走多远，是一个走到结婚那一步。对，是一个长远的一个投资吧，你可以这么理解，我觉得。对，中国女孩有些会奔着结婚去做这些谈恋爱的事。对，他们会有这样的想法，结婚为目的了。比较有目的性。英国女生可能是就是，反正我年龄还没有到嘛，就是我没有那么大，那我随便谈个恋爱，就认识几个男朋友就行。对。辉爷，你会不会觉得自己摸不清楚中国女朋友的心思？会不会有这个感觉？你不晓得她真的在想什么？不会 ，OK， 不会，我有的时候会，但是我跟你们说啊，就是怎么克服这个问题呢？你多看什么中国的电视剧啊，就是那种爱情电影啊之类的，然后就是多跟中国人混，你就学会了。所以看中国电视剧是真的有帮助的。帮助你了解中国人方面也有帮助，因为其实中国电视剧大多数拍给姑娘们看的，所以他很多女生的心思可能描述的比较多一些。对呀，对，就比如说，这是你该怎么追一个中国女生啊，或者是你该就是你做什么样的事情会让你的女朋友比较感动，就是或者是什么样的约会对一个亚洲女生来说比较合适之类的。就是我最近才发现，就是其实这些在电视剧里边应该可以学到的，学到很多。那你在跟这些中国朋友接触之后，就是在文化上面你会得到哪些文化的冲击吗？就是以前你们对，有挺多的，这就是有很多的地方我向中国人学习，就比如说喝什么热水啊，我也觉得冬天的时候喝一杯热水还是挺好的。是英国人冬天是喝冷水吗？对啊，他们还是喝冷水，但没有那么冷吧？或者是喝茶。对，喝茶什么的。对，英国人也爱喝茶呀，但是茶可能是甜的。对。最近就是我在我华裔朋友家的时候，我跟叔叔聊天的时候，他给我泡了杯中国茶，然后看到了整个过程，那个怎么泡茶呀，还有就是中国茶的文化，很讲究的那种过程。对，然后都是那种就是特别宝贵、特别就是珍贵的那种中国茶，就是很贵的，就是转运过来的。对那些茶叶，对，还是跟英国茶包天壤之别的。对，英国主要用茶包哈，好像是对。用的是茶包，对，基本上没什么味儿，只是跟中国茶比起来。这个小伙子他已经深深的爱上了中国和中国的姑娘，所以他看到眼里都是好的东西。对，情人眼里出西施。威廉就是说，我其实觉得你是一个蛮自律的人，你对你的生活有一些要求，所以我想问你，我特别想问你的是，自律这个个性你是有的，对不对？你觉得你个性上有什么比较不一样的特质吗？除了这个自律以外，是吧？对，还是对，就是你觉得你这个人的特别的特质是什么东西？对，说到我性格的话，我可能属于就是内向和外向中间的，就是可能是一个他们俩的结合，就是有的时候我真的需要一个人待着。就比如说需要一个人健身啊，或者是一个人看会儿书，一个人学习。但是有的时候呢，我真的需要社交，我真的需要就是参加很多社交活动，就是跟朋友们一起玩才会觉得开心。对，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平衡学医学中文，然后这个社交活动啊、健身啊，就是这么多东西，有的时候就是有点难。对，但是我发现就是我这个人确实需要社交活动才行。对，给自己充电。好像也蛮
需要一些极端的东西来中和你的个性，对不对？有时候学医，但是学医是也是一个很困难的学问，所以有时候用更困难的中文来中和一下。对对对，我知道你会弹吉他，对不对？所以你需要以毒攻毒吗？是说的音乐的陶冶，这是以毒攻毒，这是中医的以毒攻毒。然后学音乐，然后再健身。我觉得威廉的人生是需要一些比较极端的东西去把它综合，让他的人生更充实。威廉，你对你的未来有什么想法，或有什么目标，或什么期待？你的未来？我还没有想好，就是我还有4年的书嘛，对，然后我读完之后，我可能在英国先待一会儿，就是我还得就是在英国待医生好几年才能当一个主任，然后当了主任之后呢，其实我挺想在其他的国家工作一段时间，不管是中国也好，或者是欧洲的一个国家也好，我都可以考虑，对，而且我还没有想好，就是我也在考虑，其实有可能我可以去中国读研。毕竟就是我希望我可以充分的利用，就是我这个学中文的这个优势，对，就是把握这么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因为对大部分的外国人来说，就是去一个陌生的国家读书是几乎不可能的事儿，因为其实像我们英国人相对来说，这个学外语的能力是挺差的，对，我基本上所有的同学，就是我们学了西班牙语那么多年，我们都是哑巴，西班牙语基本上全都忘了。所以我希望我可以充分的利用我这个优势去中国读研，然后就是亲自经历一下，就是在中国生活是什么样的感受。然后在中国就是用中文学习，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挑战。然后我们也已经说过，就是我挺喜欢挑战自己，对吧？对，我觉得很好，不需要这么早就把整个人生都规划好了，应该你不用有一些不同的经历，然后再回来，你可能可以更专注的工作。对，那个两位大叔还有威廉，不好意思，我现在得先走，但是我想让两位大叔帮我问一下，这个威廉为什么做自媒体？然后因为我看他在中国的 B 站，还有在这个油管都有在做这个。有自己的频道，所以我很好奇，所以托两位大叔帮我问一问，但是不好意思，我就先闪了。我就说你刚才干嘛呢？你要走，你去走了，没事。对，都突然有个急事儿啊，不好意思，那没事，帮我问一下。没事，好，没关系。那你先去。很高兴认识威廉，我先闪了。我也很高兴，不好意思啊。那你先闪了，谢谢。Ben叔刚刚有事先走了嘛？那没关系。我们现在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来问问威廉。这个问题我其实非常好奇，就是威廉，我知道你现在有在经营油管，对不对？然后是的，B 站好像也有，对不对？你有什么目标吗？还是说你是一个其实是有计划性的在经营自媒体？是这样的，就是我进行这些的原因是，我希望我可以就是把我学到的这些点都分享出来，分享给那些观众朋友们，特别是中文学习的部分，尤其是中文学习的部分。但是我觉得我也可以在 B 站上跟中国人分享一下，就是从我学中文的角度来看，怎么去学英语，就是通过同样的方式来面对其他的外语，就比如说英语啊，或者是其他的。对，然后我觉得就是因为我看了很多，就是其他的外国人说中文，他们可能学了好几年，就是可能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，对，才达到了一个比较流利水平，对吧？就是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，所以我觉得我可能是比较独特的，就是在这么短时间内能够无障碍的沟通，我觉得这是我的卖点，就是也是我的优点。对，但是我知道我并不是世界上唯一的人能做到这一点，我觉得很多人也可以通过这个学习方式，来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，不管是英文也好，中文也好，都可以。所以我希望我可以通过这些视频啊，就是分享给大家我这些获得的知识，或者是这些技巧啊、学习方法呀等等。对，我觉得其实，我觉得其实看了威廉的这个油管的视频，我发现威廉介绍了很多学习中文的面向。那我觉得这个对学外语的人很有帮助，真的就像威廉说的，不仅止于中文，因为其实一理通万理彻嘛，你这个道理通了，学习其他语言都差不多。
而且他也用了一些比较具体的方法。威廉，你觉得我看了你油管的视频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觉得你学习中文是有一种天分在吗？还是你觉得就是你真的是靠这些方法一步一步练到现在的水平？我觉得是有的，多多少少都有一点天赋嘛。因为我问过，就比如说是我在孔子学院认识了一个中文老师，他是北师大一个教授，然后他教了外国人很多年，他们都是从英国跑到北师大那边读书的，就是可能是在那边待1年左右。然后他说，为我看过这么多学生，我教过这么多学生，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这种的。所以我真的觉得可能，对，学得这么快，或者觉得肯定是天赋，这是天赋，肯定是天赋。对，但是我觉得我希望就是我的这些观众朋友们不会觉得因为 Will 有天赋，所以这代表他这些方法或者是他付出的这些努力都没有什么用。对，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也是挺努力的，我花了很多很多时间才达到这么个水平，而且我也是每天还是接着学中文，我打算一如既往的坚持下去。我也知道，就是其实很多人夸我说Will 你基本上达到了一个母语者水平，但是我觉得并不是这样，其实我觉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差得远呢，因为我的这个词汇量就是远远比不过一个在中国长大的孩子，对，所以我还是得接着坚持下去啊。其实灿叔，我觉得威廉学中文特别有意思的方法是，他会去建立一个方法，他会去寻找一个方法。就是很多人学中文很多年了，他还找不到一个系统性的方法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威廉的特色是他学习一个语言，他去找一个比较系统性的方法。他有一个理科思维在里头，做这些文科的事情。对，你像灿叔，我们2个都是文科的，我们有时候学一个东西就是随便了，那样也好，那样也好。有时候我们会这样很松散的那种，没有什么理论性的。但是我觉得威廉有一个理科的心思，所以我觉得他很多东西会采用方法论，这会让他有一点这个事半功倍的效果。对，他的天赋会让他的方法做起来更快，比常人更快。对，但是他的方法其实是可行的。我看过他的视频，我觉得是基本上就像你说的，这个是通的嘛，全部学各种语言是通的。我们其实他的有些方法在学别的语言也实行过，我觉得是有用的，都是有用。而且他当时在视频呢，我感觉他说话很流畅。你当时是这个就可能涉及，你是对着一个提词器在读，还是直接说出来背出来的？我不是背出来的，是这样。那个威廉，你在做视频的时候，你会有一个提字报或提字器吗？还是说你是就自然而然说出来？我不是自然而然说出来，我觉得连中国人都做不到这一点，真的。要不然我肯定说了一堆废话。对，所以是这样的，就是我一般是提前写好了一个稿子，但是我不会刻意的去把它念出来，而是按照他的那个思路来说，因为这样的话我觉得是会自然一点，要不然我就听起来像一个机器人一样，对吧？在那儿就是下一步就是怎么样，说话也不自然嘛，对，也不自然，对。我觉得真的他很有方法，他会动心思，在任何点他会想东西。其实你做视频，这也是我们做很久视频也是这样做的，会写个稿子，大概思路怎么样，然后顺着他的思路去讲，不是一个个字儿去念出来。所以其实做很多东西，我觉得还是得去想吧。很多人其实学中文可能想的太少，对，不只是嘴巴，其实还要想。看书我们学英文学那么多年了，都还达不到，完全达不到，对呀。有时候我们是一般的学习外语者，对。然后我一直觉得我到了这个年纪，对学英文的热忱好像也没那么多了。我已经放弃了，我跟你说。对，因为威廉，我告诉你，你现在趁年轻，真的要把中文学好。对，因为我跟灿叔学英文学了这么多年了，基本上到我们这个年纪，我们可以沟通是没有问题，跟老外沟通没有问题，但是我们已经失去了对这个语言的热情，再深入的学习这个语言的热情已经没有了，对，没有了。所以你现在要我去看什么美剧或什么，除非真的我很喜欢看的，不然我连看美剧我都没有耐心，然后我也没有主动学习的热忱了。所以我觉得威廉，你现在年轻真的很好，趁年轻还有好奇心的时候，你可以多深入了解这个文化领域。
对，我跟灿叔基本上对英文都已经是放弃的状态。你不是上课还用的吗？我基本上真的，我除了做字幕的时候会用一下，我基本都不用了。我上课那个英文能听吗？都烂到一个不行啊！我那太烂了，我都不晓得我在说什么。你们俩太谦虚了，真的。没有谦虚，这是实话实说。真的，我真的觉得我们到了这个年纪，对学习语言的热忱真的不如年轻的时候。对，我还挺感慨他这么年轻，对吧？对，你像我当初做自媒体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对学习语言的热忱。因为我一开始是去脸书，我去脸书的目的是要练习我的口说英语，我才去脸书去认识很多外国的朋友。那也因为这个机会，我才慢慢开始做自媒体。所以是因为这个对语言的热情，我开始了我的自媒体之路。但是一直到现在，我已经对学习英文没有那么大的热情了。说真的，所以这个趁年轻，有些事情真的趁年轻要做。对，对，而且我觉得另一点就是养成习惯。我发现，在学语言这方面，就是你要是能自律一点，就每天你要完成一些事情，就比如说就是我在你的频道上说过，对吧？这是理查大叔，就是我最近养成了一个看中文书的习惯，因为我发现就是相对来说，我的那个阅读理解没有口语或者是没有就是我听力那么强。那我得补一补啊，对吧？所以我就养成了这么个习惯。然后这样的话，我不用靠意志力去逼着自己去做某一些事情，因为它已经变成一个潜意识里的决定。就是我起床之后，我看到那个书头一天晚上已经放好了，对吗？然后那我就打开看几页就行。而且我觉得，威廉有健身，我觉得健身也很重要，因为你对一个事情要保持热情，你的体能要维持在一个还不错的状态。对，我觉得这个大家都觉得对，大家都觉得学习我就拿书出来看，我看视频就好了。其实跟你身体的体力的维持也很有影响。如果你每天没什么力气，病恹恹的，你其实是完全不想学习的。所以我觉得威廉，你有去健身，你有去比如说弹吉他，我觉得适当的调剂，虽然跟学中文没有关系，但是它对于你的心情、你的学习动机还是有好处的。那今天呢，我们邀请了小鲜肉威廉。那我们今天谈的其实有蛮多关于威廉提到的。我最有兴趣的就是他跟女朋友的事情。吃瓜，对，吃瓜这个吃瓜是吧？对，那威廉其实也分享了蛮多他学习语言的方法，还有他的生活的环境跟背景。我觉得威廉这个，我特别喜欢邀请威廉来，是因为很多同学觉得学语言就是我要去死板的看书，死板的看视频，死板的看字幕。但是我觉得威廉用了比较有系统性、方法性的东西来学中文，而且蛮融入他的日常生活的。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新的想法，比较新的学习的方法。我觉得各位听众跟观众可以思考一下，你学习语言的方法到底适不适合自己。听了威廉的方法，你是不是可以做一点变化所以我觉得今天邀请威廉来，我们都获益良多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威廉，今天你是我们的来宾，我要请你告诉我们这个，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些话，跟我们观众说说话？对，做个结论。好。首先，我就是想再次感谢3位大叔。我知道笨叔已经走了对，笨叔已经走了，机会对，走了，早都撤了，对，人家已经撤了。对，然后是我真的很高兴有这么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故事，我自己的背景对，然后我想跟大家说的是，我真的相信每一个人都能达到我这么个水平。我并不是一个就是完全靠天赋的人才把中文学成这样。对，我就是花了很多时间，非常努力，然后用了一些比较系统的学习方法，所以我希望大家也可以就是通过这些学习方法来学到什么呀，或者是就是如果你觉得比较适合你的话，你也可以使用，然后给我一些反馈，就是告诉我你觉得那些学习方法到底对你有没有帮助对。威廉说的很好所以各位同学，你觉得你有什么想法，你都可以留言可以留言。所以我觉得，其实我看到威廉，我就觉得，学习语言真的不是一个学习而已，你要把这个语言当做你生活的一部分，然后呢，就是你生活的一部分，对，当做你的生活哲学，当做是一个
你人生的一个伴侣，把这个语言当做你的伴侣，用不同的眼光去看学习这个东西，不要都觉得学习就是很累的历程。所以我觉得威廉让我学到这一点。灿叔你觉得呢？我也觉得是，其实我觉得大家不只是依靠自己的天赋吧，更多还是讲方法，然后持之以恒吧。我觉得很多人其实像我们之前说的，就是很多人学外语的时候，像威廉也说过，他的同学很多人学西班牙语，大家都学失败了，就是还是我觉得没有一个持之以恒的这么一个方法坚持。方法很重要，坚持也很重要，两个结合在一块儿。就算你天赋没有那么高，你可能没有威廉那么快能把这个中文学好，但是我觉得只要走下去，肯定能达到这样的水平。对，只能捕捉啊，对，迟早的事情。对，好，对，那反正我现在可以收尾一下嘛，就是对我就是想总结一下，就是理查大叔刚刚说的一点，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外语当成一种生活方式，而不是像数学一样来看你的课本来学。对，它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啊，对。再次感谢3位大叔邀请我，还有一位走了，还以为不知道去哪了。对。好，那今天呢，这个灿叔，我觉得我们今天很荣幸邀请到这个威廉同学来分享他的生活背景，还有学习中文的方法。那威廉有机会欢迎你再来上我们的节目。今天跟你聊天真的非常开心，对，非常开心，聊得很开心啊。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咯。威廉，那我下次有机会再邀请你咯。OK，好，那各位同学再见咯，拜拜。再见咯，下周4再见咯。